咸阳城夜色如墨，相邦府邸中忙碌了一整天，直到现在，吕不韦稍微清闲些。但就算现在的清闲，也不是真正的清闲，因为还有一件大事。偃日，如何？我失败了。什么？他的身边有高手保护，就算是我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身上的伤，还有这一把剑，都是最好的证明。罗网的规矩我懂，请相邦责罚。偃日说完，直接跪在地上开始叩拜，而吕不韦的眉毛则是拧成了一团。据我所知，他的身边并没有什么高手。偃日跪在地上没有说话。对了，你之前向我汇报过，有人将他救了下来，是吗？正是。那你觉得此人是谁呢？他的身边又拉拢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巨石大盗。巨石大盗。保护他的人和传闻中的巨石大盗完全一致，同样都是鬼面遮脸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所谓的巨石大盗连番抢劫是为了给嬴政疗伤？是这样的。连你都败给了那所谓的巨石大盗。偃日该死，技不如人。技不如人我信，你刺杀失败我也信，可是既然败了，你又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嬴政会放过你？天地罗网不死不休，一个杀手一旦接了任务，就必须要完成任务，没有完成任务就只有死路一条，不是被对手杀死，就是被罗网杀死。偃日作为罗网的领头人，这条规矩你最懂了，可是偃日该死，技不如人，请相邦大人责罚。你怕死？我将你刺杀嬴政到回来的经过全部说出来，饶你不死。我刺杀嬴政，被巨石大盗所阻拦，我们大战几回合，我不敌他，不仅仅被他打残了偃日剑，还被他生擒。我为了活命向他求饶，告诉他只要能够活命，我愿意给他当狗。然后嬴政为了能够在罗网安插下一枚钉子，就留下了我的姓，将我放走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那你此去得到了什么？从他们的交谈中，我得知一则消息，此次推运令是这位巨石大盗出的主意，在他的授意下，嬴政才下达了推运令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。你觉得我是否应该继续刺杀嬴政？偃日只是相邦手中的一把刀，相邦指向哪里，偃日就杀向哪里。一把刀怎敢替主人出谋划策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下去休息吧，这段时间不用管罗网的事情了，好好疗伤。这怎么？留你一条性命，你还不满足？不敢，只是我有个建议。说。嬴政可以不死，但是这个巨石大盗必须死。继续。首先，嬴政已经被相邦大人牢牢压制，他死不死远远没有那么重要。况且，刺杀这种坏规矩的事情，做一次就足够，做2次就容易引发人心的动荡。所以，嬴政不能再杀了。但是，巨石大盗却必须死。此人非但武功高强，还有谋略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忠心于嬴政，所以他非死不可。没错。天地罗网不死不休，在罗网的所有杀手中，但凡没完成任务的杀手全都死了。知道为什么我反而饶你一命吗？偃日一怔。因为你很聪明，我罗网有3大天字1等高手，你、荆尼还有玄简，你们3人武功都不差，实力也在伯仲之间，但是相比较玄简和荆尼，你却十分聪明，能时常戳中我的心思。有你帮我打理罗网，我也放心很多。但是，查找巨石大盗的事情，我会派出我手底下的情报组织来专门查这件事。你还是去养伤吧，伤养好了才能继续为我效力。而那一刻，偃日居毛紧拧，他还想要揽下查找巨石大盗的事情，可是吕不韦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。如果再继续强硬下去，只怕会弄巧成拙啊。偃日有问题，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十分紧张。任务失败，紧张不是应该的吗？但是在说巨石大盗的时候，他变得紧张，这还是应该吗？你是说他已经投靠了嬴政？不敢确定，但不能排除这种嫌疑。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没有偃日，罗网中的很多问题都没办法处理。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偃日的人。偃日是个聪明人，但同样他也是个唯利是图的人。只
只要我越来越强大，他自己会做出正确选择。现在最棘手的并不是他。巨石大盗。是啊，一个嬴政本身就已经很棘手了，现在又出现一个巨石大盗，此人能打败衍日就已经让人震惊了，但他还能想出推恩令这种狠辣阴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忠心于嬴政，此人不除不行。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暂时不需要。罗网杀人可不仅仅只靠武力下毒，暗杀、偷袭、美色诱惑，每一样都让人防不胜防。只要他是人，只要能找到他，就一定会被罗网杀死。在情报方面，罗网比起你们阴阳家则更加出色。行吧。翌日清晨，下人王英准备拜别王翦，出发去军营。你这第一次从军，凶险万分，战场上有80%以上的伤亡士兵都是新兵，所以你要当心，别以为你自己有点神力就能真正做到无敌。在新兵营中要听教头的，你要相信你的教头永远不会害你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在战场上活下来的根本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对你来说，军功远远没有那么重要，你想要的一切，就算你不努力，我也能给你弄到。对我来说，你的命就是最为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王翦苦口婆心，他说了很多很多，甚至还提出从新兵营出来会想办法不让虾人前往秦魏战场。对此，虾人暖心的笑笑，他相信王翦的好意是发自真心的。那岳父，我走了。去吧。当年王奔和王英第一次投军时，也没见你如此关怀备至。如今一个外人居然让你这般，你可真是个好父亲。婴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被跳蚤咬了吗？怎么后脖梗和咽喉处有这么多红点？他震惊不已。母亲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去了。他说完，又朝王翦拜下，行了一礼，转身就走。照顾好小人，他第一次从军，若是分配到秦魏之战的战场上，务必照顾好他。哼哼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的宝贝女婿。王英说完转身走了，而侍女小兵也赶紧跟。新兵营中，当虾人抵达的那一刻，刚好是点名时间。李信到，王毅到，王二狗到，何傻柱到。而虾人听着点名，不由得朝着那几个人看去。蒙毅、李信，那个秦国著名将领李信吗？还有蒙毅是那个嬴政近臣蒙毅吗？自己居然和他们全都在新兵营中。而且在来的路上，王英说过，新兵营操练完成后，新兵是要分配的，有的会分配到秦魏战场，有的会被分配到边疆，还有的会被分配在咸阳城。总之，从新兵营出来后，被分配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。而不多时，点名完毕，一名将领带他们不仅仅领取了衣物，还带他们前往新兵宿舍，并且叮嘱他们不可乱动，有事直接找他们的伍长。听说秦魏之战的行军战略采用了分兵之法，总共2路大军前往魏国边境。第一路大军由大将军李尧率军前往，他们作为先头部队已经在2日前出发，而第2路大军则由女战神王英率领，于10日后出发。2路大军总共20万，待抵达秦魏边境线上，这20万大军全部交由王英进行统一调度指挥，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幸被分配到我大秦女战神的麾下当兵。蒙毅，我就单纯的想学习战神的领兵之法，绝无他想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嘿，虾兄弟，你想参加秦魏之战？自然，我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参加秦魏之战，获得军功。我看虾兄弟似乎对我们的女战神也有其他想法。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，这次带我们新兵的人不是别人，而是我大哥蒙恬。谁？蒙恬？大哥蒙恬。一语出口，原本还有些嚣张的李信顿时间整个人都傻掉了。蒙恬怕什么？那是我大哥，是我的好大哥。难道他就不是我大哥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在他手底下可要遭老罪了啊！遭老罪了，蒙恬又是谁？这一刻，同营房的所有新兵心惊肉跳。他是个真正的狠人啊！5岁识文断字，10岁从军，11岁通过杀敌建军功，就已经升到伍长了，12岁已经是屯长了。原本他应该继续从军的，但他爹蒙我不想让他这么小的年纪就待在军营，硬逼着他去读书受习法。近2年才重新投军，
如今应该已经是一名军侯了吧？李信一边说，一边不确定地朝蒙毅看去。现在是军侯，但我父亲说，凭他的军功，已经可以成为一名校尉了。之所以不升，是想要继续锻炼他。一番话语说出口，顿时间所有人震惊。投军2年，就已然有了可以升校尉的军功，这是何等恐怖的战绩！而根据蒙毅的描述，他还是个狠人，曾深入匈奴，一人与20名匈奴人较量，最后硬生生将20人送去了银王殿。匈奴人啊，凶狠好斗，极其擅长骑射。他们说的都是蒙恬还不怎么出名的战绩。秦王嬴政横扫6国，虽然没他什么事，但是此人却镇守边关数十年，有30万蒙家军在，匈奴不敢进犯丝毫，更是将匈奴人打低30年不敢南下牧马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狠人，绝对的狠人，以至于后世有人盘点嬴政横扫6国的10大名将，此人总能进入前3之列。甚至有人曾说，如果蒙恬也参与灭6国之战，那一统天下的首功究竟是王翦的还是蒙恬的，就不好说了。虾仁心中正在琢磨，而营房中的众人在说完蒙恬后，也在互相交流攀谈，互相询问称谓等等，互相熟识。通过他们的交谈，虾仁惊讶的是，这些人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是平民，不是贵族，就是所谓的士族。总而言之，全都是达官显贵。尤其是李信还有蒙毅2人，他们2人居然都是秦国大将之子。这什么时候锦衣玉食的生活不好了？你们这种身份的人居然也过来当兵了？难道秦人尚武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，连贵族子弟都要出来当兵？虾仁小兄弟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？这次大战，朝廷可是下了推恩令的，此战的所有战果全都归于前方将士。所以你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了吧？都是为了瓜分功劳啊！真正打仗的时候用不到他们的，只要过来凑个数，将来领功劳的时候方便他们多领一些。难道你不一样？我李信将来可是要成为我父亲李尧那般的人物，怎会与尔等为伍？哈哈，拜见大将军！拜见大将军！那一刻，众人齐声叩拜，他们有说有笑，好不热闹。不觉间，晚上到了，眼看同营房的6人都打算睡觉，虾仁却开口提醒了：“诸位，今晚别睡得太死啊！”别睡得太死，什么意思？李信、蒙毅等剩下4人同样不解地朝虾仁望去。我听人说过，秦国的新兵在入营的第1天会有一个欢迎仪式，这个欢迎仪式很不寻常，你们最好小心一些。有欢迎仪式，这感情好啊，就是不知道有酒肉没。当然，酒肉什么的都是次要，主要是女人。去，你特么是来当兵来了，还是来逛万花楼了？还想着女人，当心给你找2头老母猪，让你爽个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虾仁兄弟，你这脖梗上还有嘴唇上的伤是咋回事啊？我觉得应该是马蜂蛰的，或者是走路自己摔的，你们觉得呢？对，我觉得也是这样。总之什么都有可能，就是不可能是偷心偷的。面对这一群二皮货，虾仁能说什么？只能无奈摇头。而众人有说有笑，不多久便进入了梦乡。深夜，在营帐之外，天寒地冻，但是却有一群人，他们就那样站在冷冽的寒风之中。他们都是真正的大秦士兵，不用过多介绍，仅仅只是看看他们的眼神，就知道这是一群经历过生死的人。小崽子们都已经入睡了吗？都已经睡下，那就开始吧，给他们来一场终身难忘的欢迎仪式。诺。不多久，不远处的营帐中就传来阵阵鬼哭狼嚎之声。哟呵，还有没有入睡的聪明人在这等着我们呢？可是没有奖励，有的只有拳头。上！怎么样了？都解决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差最后一个营帐。怎么回事？我去看看。出来了。但是仅仅下一秒，他的笑容便僵在脸上，因为这一次走在前面的不是那些新兵，而是所谓的老兵。10名老兵，他们抱着脑袋，鼻青脸肿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老兵，就你是老兵是吗？还不是被我虾仁兄弟一拳一个一脚一个的降服了？快走，抱头给我蹲下！蒙恬大哥，
你派来的石头猪被我抓回来了。你叫李信是吗？啊，我，蒙恬大哥，是我是李信啊。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爬树上掏鸟蛋呢。你爹和我爹那可是拜把子的交情啊。回答问题，是或者不是？是。把他衣服脱光，绑在旗杆上。诺。2名老兵走出，直接扒光李信的衣服，然后拿出麻绳，直接将李信绑缚在旗杆上。你们所有人围着整个新兵营跑50圈，跑不完不准回来。啥？要知道，新兵营可是比咸阳宫还要大啊！一圈至少也有5里路，50圈250里路啊！这是要跑死人的节奏啊！怎么？我说的话你们没有听到吗？跑！瞬间，没有人敢犹豫了。无论是虾仁，再或者蒙毅等人，他们都没有丝毫犹豫，赶紧跑了起来。你们身为老兵，却被新兵打成这样，你们觉得丢人吗？我们丢人还是不丢人？丢人。那还愣着做什么？每人50圈。诺。那一刻，蒙恬的目光扫过面前将近2000人的新兵，他的声音逐渐变得寒冷。你们这些人有可能是贵族，也有可能是士族，甚至还有可能是王族。但是在我这里，在我蒙恬的手底下，我不管你们是贵族还是士族或者王族，我不管你们的家族背景有多强，你们的父辈如何优秀，在我这里你们只有一个称呼，那就是兵。在这里，在这片新兵营的土地上，我蒙恬就是你们的天，从今天起至第10天，你们就是我的兵，你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服从命令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他们跑了多少圈了？有没有人累倒？2圈了。那个魏家的公子和张家公子，还有丹家公子，他们全都不行了，已经坐在地上开始大喘气了。蒙毅和那个叫虾仁的人还在继续。我知道了。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，特别是今晚又莫名下起了大雪，冷的刺骨，让人无法适应。旗杆上，李信的身体不断打着哆嗦，就连牙齿也被冻得发颤，不断发出咯咯咯咯的碰撞声响。此刻，他看着那些跑步的人，心里生出几分羡慕。倘若自己也能跟他们一样跑步就好了。这货太猛了，从蒙恬下令到现在，最多不过1个时辰吧。可这1个时辰下来，这厮居然跑了10圈。10圈啊，那是什么概念？50里路啊，25公里啊！更关键的是，他连停都没停一下。这尼玛还是人？老兵们人都傻掉了。要知道，就连他们这些经历过生死的老兵，也远远没有这么强的体力啊！营帐之内，蒙恬一边看着新兵名单，一边又琢磨着他们的身份背景。不得不说，朝廷这一道推恩令下来，真的让无数人都疯了。往年征兵不是平民就是流民，哪像今年这般几乎全都是贵族，平民反而只占据30%左右。只是这些人真的不会影响战局吗？这些人全都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废物，如果真的到了战场上，立刻就得窜稀。不过还好，只是1000多人，在两方想加总共40万的兵力面前，1000多人能起到的作用真的不大。实在不行，就将他们全都安排在后勤。来人，在外面那群人怎么样了？李信已经被冻晕过去了，剩下的10名老兵和新兵一样，全都累瘫在地上，已经完全跑不动了。这群刺头应该尝到苦头了吧？必然尝到苦头了，但如此也是有助于他们成长。是啊，不吃训练苦就得流战场血。况且这些生瓜蛋子还绝大多数都是富贵子弟，平日里骄横跋扈习惯了，若不用这种雷霆手段，恐怕很难驯服。天气如此寒冷，把他们全都送回营帐吧，别忘了给他们每人发1碗姜汤，去寒气，别染上了风寒，耽误了明天的训练。诺，大人。怎么了？有一个人，他还在跑。什么？自下达命令到现在已经2个时辰过去了吧？居然还有人在跑？何人？虾仁，好像就是那个动手打了那10名老兵的人。出去看看。营帐外，大雪中，冷风吹拂，冷冽刺骨。看着那不断跑动的身影，蒙恬居然有些心软了。
此人已经跑了36圈。蒙恬被深深震撼到了，那一刻，他的眼睛死死盯着远方那个跑动的身影，就那样站在营房门口进行观看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50圈已经完成。将军，那10名老兵是你一个人打的，还是你们全营6个人一起打的？是我一人所为。好小子，练家子，练过一段时间。难怪能一人独占10名老兵，还将他们打服，而且跑50圈还不喘粗气，甚至还具有这么快的反应速度，不一般，当真不一般啊！将军过奖。是个当兵的好苗子，就是身体有些太过于瘦，在军营中要多吃些饭，这样才能勇猛杀敌，获得更多的军功。诺。好了，快去休息吧，再有1个时辰天就要亮了，你睡不了多长时间，而且明天的训练任务很大。诺。好苗子，当真是好苗子。倘若我大秦士兵人人如他，那6国怎能不……另一边，在王英的营帐中，你说这欢迎仪式应该让虾仁吃尽了苦头吧？欢迎仪式，我大秦军营有个传承100年的习俗，新兵入伍第1天的晚上会被老兵蒙头屈打。这个传承是先王孝公时期传承下来的，为的就是提高新兵的警觉性。然而这个传承习俗我没告诉他，昨天我父亲也没告诉他，他属于完全不知道。一想到虾仁被暴打的场面，他就莫名感觉好兴奋，好爽。那姑爷岂不是要遭罪？哼，可不是要遭罪。我听人说，那些老兵手段极其残忍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都一律暴打。当年嬴荡先王在军中历练时，都难逃一顿暴打，而且打他的那几个士兵，个个手段狠辣，把嬴荡先王打得鼻青脸肿，就连肋骨也打断了2根，这才肯罢休。后来嬴荡先王愤怒，登位后甚至要处死这几个老兵，连嬴荡先王都如此。可想而知，虾仁有多惨了吧？那岂不是说姑爷他，你在担心他啊？没，小兵不敢。各营送来今日的训练计划以及安排部署，还有各营昨日的范式兵卒和奏报。送进来吧。大营中有兵卒潜入民家，私自偷盗，杖刑60，通告全军。还有兵卒之间发生口角、打架斗殴，扒光衣服，动3个时辰，通告全军。这最后一份竹简，姑爷现在是新兵，这上面应该会提到姑爷吧？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受伤了。不过我想姑爷的身手那么好，他应该不会吧？按说新兵不归他管的，毕竟朝廷征收的新兵是由新兵营营长统一操练调度，经过10天训练后进行考核分配，成绩越是优异，送的地方也就越好，成绩差的他就只能去边关之地了。但秦魏之战干系太大，所以朝廷令蒙恬将新兵营的状况实时汇报王英，让其优先拥有选人用人的权限，这算是一份特殊照顾了。但由此也可发现吕不韦对这一场战事究竟有多么重视，这是关系他地位的一战。小姐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姑爷他一个人将10名老兵暴打了一顿，然后在4个时辰里面跑了250里路。蒙恬将军夸赞他为100年来最强新兵。姑爷，他这么厉害吗？他这么强悍吗？原本以为这场欢迎仪式会让虾仁吃尽苦头，可不曾想居然如此。他不仅仅将10名老兵暴打一顿，而且还出了如此巨大的风头，就连蒙恬都夸赞他是100年来最强新兵，很强悍吗？我觉得也就那样吧。我觉得姑爷十分优秀啊，要知道那可是10个老兵啊，他们本来是要打姑爷的，可是却被姑爷给打了一顿，多优秀啊！而且那是250里路，姑爷4个时辰就跑完了。让小兵跑的话，最多3里地，小兵就得累死。这算什么？不过区10个老兵而已，换我也行。别说10个老兵，就是100个老兵，我王英也不放在眼里。我王英新兵入伍时，虽然没像他这般显眼，但是我王英在战场上的军功也不是盖的。3个月杀到10长，半年杀到屯长，3年时间杀敌过1000，成就千人斩，杀至军侯。后来
大小战役无数次，3000人打下赵国9城，5000人打下韩国20城，整个大秦猛将如云。可除了我父亲、蒙武、白起这些数得上号的，又有几人能跟我相提并论？小姐，最是勇猛啦！新兵营中就这样，在这不断的训练中，不知不觉间10天就过去了。在新兵营的第11天，新兵分配公告上显示，虾仁、李信等人顺利分配到了秦魏战场。丁，恭喜苏组，4阶任务已完成，神力2万斤；5阶任务杀敌100；6阶任务杀敌1000；7阶任务杀敌1万；8阶任务杀敌10万；9阶任务杀敌20万；10阶任务杀敌50万。也就是说，后面只要杀敌就好了，要杀敌就能进阶，只要杀敌就能陆续完成所有任务，再也不必担心有其他奇奇怪怪的任务了。另一边，中军大营中，王英虽然坐在榻上处理军务，但是怎么都不舒服，关键是犯恶心，尤其是看到桌子上的一盘肉食，他直接升起了一股呕吐欲。我从小到大连病都很少生，今天怎么了？突然就这样了？咦，自己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难道是那晚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一次就中？那一刻，整个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。我可是本次秦魏之战指挥20万大军的秦军主帅啊！要是怀孕，那……母亲说过，女人怀孕一般都是3个月左右才有反应，自己和虾仁之间发生那种事情才几天，不过12天，怎么可能会这么快？可母亲还说了，女人怀孕的反应就是恶心、头晕、嗜睡，而且还有些暴躁，而自己回想一下，这些症状自己全有。而无论真假，这件事不能泄露，就连小兵都不能知道。然后找个大夫帮自己看看，无论是不是真的，都需要找大夫帮自己看一看。可自己应该如何防止大夫出去乱说呢？小兵，小姐，我在。将军医王神医请过来，我有事要问他。诺，小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找王神医呢？他不是不喜欢这人，还说此人老不正经吗？小兵，你出去！我今天开始头晕、恶心、犯困，吃不下东西。王神医，你头晕、恶心、犯困，吃不下东西，这不就是一个女人怀孕的先兆吗？而王英身为本次秦魏之战的战场主帅，他，王神医啊，哦。如今这王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的，这是吗？啥意思？如何？恭喜主帅，没有怀孕。王大夫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有怀孕，主帅，在那种事情上应该节制一下，尤其是在出红的那几天。毕竟，女人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是很方便，可主帅偏偏就是在那几天做那种事，这很危险。同样，此事也为主帅的身体上带来一些隐患，比如气血不足、营养失衡，也是因此主帅才会犯恶心。这段时间，主帅应该少动气，尽量保持心情放松。稍后我会为主帅抓几方药，主帅服用2-3天，便可彻底无事。算时间，那天晚上好像还真是自己不方便的那几天，可那天晚上那个禽兽还真就把自己不过还好自己没有怀孕，真要是怀孕了，那事情可就太大了。深夜，咸阳城大秦相邦府内，吕不韦坐于大堂正中央，在他面前，负责罗网情报工作的头目之一转魂正站在他面前，向他汇报。大人，关于巨石大盗的身份已然查清，他的名字叫虾仁，出生时间地点不详，父母同样不详，大约1个月前出现在咸阳城。此人身具一身神力，曾在铁匠铺打造过一把1000斤重的狼牙重锤。根据铁匠铺老板的描述，他可轻松将这1000斤重锤拎起，并一锤砸碎花岗岩，而后5片城门叠加一起，可被此人一锤破开，被老板惊为天人。后来他又在咸阳城打造1000斤硬弓，根据老板描述，此人可开1000斤硬弓，剑可洞穿5层铁甲。这连番话语说出口，就连没有打过仗也没有一丁点武力的吕不韦都震撼了。这是何等神力啊！身具如此神力，就算掩日不敌他，也完全说得过去。
如此将千斤重物当作兵器之人，这世间谁人可敌？即便是那魏国第一猛将典庆来了，在他面前也难以占到便宜。吕不韦一边震惊，一边感叹，那一刻，一股爱才之心大起，只恨不得将此人收之麾下，为自己效命。但是，一想到他效忠于嬴政，他又开始摇头。还有其他具体消息吗？比如他因何来咸阳城？还有他现在何处？相邦大人，您说的这些都查到了，只是这些消息可能有些震撼，就连属下也不确定这些是真是假，还望相邦大人明断。如何震撼？说来听听。首先是他的身份，他的身份乃是王翦之婿。什么？瞬间，吕不韦的眼中尽是震撼，尽是不可思议。现在的虾人可是效忠嬴政的，而他是王翦的女婿。那王翦呢？他也效忠嬴政了吗？然而秦魏之战，自己重用了王家人，他的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。那一刻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转魂，目光阴冷到了极点。转魂也被这眼神吓得瑟瑟发抖，直接跪在地上。大人，此消息是刚刚打探来的，并不能确定为实。细说，将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。近1个月前，上将军王翦府上传出消息，王英要嫁人了。此事轰动咸阳城，而王英所嫁之人名叫虾人。同样，这个虾人也是近1个月前抵达咸阳城。此次秦魏之战，我几乎把宝全都压在王家了。王翦就算不效忠自己，也绝对不能效忠嬴政。秦魏之战可是为自己刷功劳提威望的，可一旦王翦效忠嬴政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虾人是王翦的女婿，这一点他不能接受。但很快他又想到了什么，朝着转魂继续发问：你能确定2个虾人是同一个人吗？会不会是重名者？咸阳城的人多了，有2个名字相同的人不是不可能。我觉得可能性很小，因为罗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调查虾人的行动痕迹，2个虾人出现的时间、地点还有所做的事情，完全就是一条线，所以这种可能性非常低。王翦他是否知道此事？吕不韦眼眸一定，这才是他关心的重点。在他看来，王翦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，因为秦魏之战即将开始，王翦的战队基本上就等于权力倾斜，他站队于谁，谁就在朝堂上掌握绝对话语权。并不确定，不过我个人猜测，应该是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如何得出的结论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此事干系重大，不能仅靠猜测，要查，要严查。从今日起，监视王翦全家，汇报王翦所有动向。我不仅仅要知道他每天做了什么，他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，几时如厕，几时行房，这些事情事无巨细，全都要向我汇报。诺。虾人他如今在何处，在做什么？此人从军了。一语出口，吕不韦愣住了。他不在嬴政的身边保护嬴政的安全，反而去投军，这是何意？并不知晓。而根据我秦国对于新兵的安排，此人现在应该刚出新兵营不久，正在前往王英大营的路上。哦，吕不韦进行点头，后面的话他仅仅只是过耳而瞎，他的心思还是放在虾人投军这件事上。投军？就身份背景而言，岳父是王翦，媳妇是王英，小舅子是王贲，仅仅靠王家的关系，他就能要风得风要雨的雨了，还至于投军？更何况他还直接效忠嬴政。现如今的嬴政虽然是傀儡，但终究还是王啊，随便给他安排一下，也没人能说什么。就这身份，就这背景，还有个人能力，还用得着去战场厮杀抢功劳？完全就是多此一举啊！只是为何啊？为何如此啊？吕不韦皱眉，虽有些想不通这一点，但是这一切他暂时不需要考虑。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破局。如何破局？其关键点在虾人身上，要么策反虾人，让他投靠自己，为自己效力；要么杀死虾人，让嬴政孤立无援。但这样的人想要策反太难了，
想要让他背叛嬴政也太难了。如此人才，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要为我所杀。如果我要杀虾人，罗网之内有谁可以胜任？什么？杀虾人？我负责罗网情报，关于虾人的强大，没有人比我更加清楚。可用千斤重锤做兵器的人何等强大，3锤打残眼日，如此盖世神力可不是吹出来的。派人，那是派几个人就能杀的。就算整个罗网倾巢而出，面对这种神力的猛人，也是9-1开啊。没错，虾人战9，罗网战1，基本上等于毫无胜算。若靠武力刺杀，谁去谁死。那要是不用武力刺杀呢？荆尼，虾人武功高强，整个罗网无一人是其对手，可以说去一个死一个，去一双死一双。但荆尼不同，首先，荆尼是个女人，然后她的长相极美，而且眉宇间还带着一抹柔情。若是褪下一身铠甲，换上正常女装，那她就是一名大家闺秀，寻常人很难将她与刺客联系在一起。先用美色诱之，再以身体禁之，待获得虾人信任后，以毒将其杀之。派出荆尼刺杀虾人。咸阳宫内，不觉间回到咸阳宫已经10来天了。此次回宫，满朝文武对孤的态度完全变了，而这一切全都是推恩令的功劳，准确来说是义兄的功劳。嬴政看着眼前蒙恬上报的新兵营的奏章，开心地笑着，哈哈哈！义兄啊，你终究还是大才啊！即便身处新兵营，也难掩你的光芒，居然能被蒙恬将军如此夸赞。自先祖孝公起，新兵被暴打的传统持续了100年，可打老兵这事还真是破天荒头一回。嬴政越想越是咂舌，最后除了感叹义兄牛逼之外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咸阳宫内，嬴政正在想着，而下一秒，谁？这支箭的身上还缠绕着一根布条，这不是刺杀，反倒像是送信。奏报二主人，罗王已经查到大主人的一切，如今准备派荆尼行刺大主人，打算先以私有，再毒之。形势危急，小日心中惶恐，特奏明二主人，望二主人速速决断。小日拜下。小日，没想到堂堂眼日居然还真的这般称呼自己。嬴政咂摸着嘴巴，关于眼日，他并没有那么信任，毕竟此人是因为贪生怕死，所以才不得不投靠他。他信上说的内容应该8、9不离10，吕不韦是真的打算杀义兄，可自己应该如何送信呢？如何才能引起义兄的警觉呢？入夜，华山一带，此处距离秦国都城咸阳城数十里，距离黄河很近，当属秦国腹地一带。虾人他们追赶大军，行走1整日到达此处，而距离王婴大军还剩下1半路程。虾人原本打算趁夜赶路，早早到达大营，但是教头为了安全起见，却并不答应，因为华山太险，若要抄近道就得翻过华山，而人数众多，再加上夜晚行路，终究太不安全。教头的安排很合理，虾人也觉得妥当，就没再说什么。于是600人的队伍在华山脚下扎营，就那样原地休息。虾哥，来，泡下脚，放松放松。李信在这荒山野岭的哪里搞来的这盆热水？嘿嘿，我自有办法。虾哥快来，待会凉了就不好了。就这样，同营房的几个兄弟一起泡完脚，然后吹逼唠嗑聊着天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可是虾人却怎么也睡不着，他的心里隐隐感觉到不安，总感觉会出什么事。同样与他睡在一个营房的教头也猛然起身，开口就是一声大喊：起来，都给我起来，有敌袭！他话语刚刚落下，猛然间外面火光冲天，不一会儿就看到无数支火箭迎面来。冬天的夜晚风大，助长了火势，只是片刻，整个营帐就烧着了，大火腾腾而起。啊，敌袭，敌袭，有敌袭啊！此刻外面呼喊一片，数百名正在熟睡的新兵从营帐中跑出来，开始大喊大叫。虾人他们也在第一时间快速跑出，快速来到一块巨石后面躲避。这才离开咸阳城多久啊？不还是我大秦地界吗？怎么会有敌国军队埋伏在这里？这哪来的敌军啊？还有这敌人在哪啊？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们啊！哭鸡毛啊！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，怕个球啊！教头啊，敌人在哪？真的看不见人，只看见箭在乱飞了。李信也慌张地朝着四周打量，想要看清楚什么，却什么都看不到。别看了，找不到的，天太黑，他们又躲在山上，从山上往下放箭。别说我们现在找不到他们，就算找到了，我们奈何不了他们的。
我们现在躲在这里是最安全的。他冷静说着，目光盯着黑夜中的那个山头，距此不远，约50步左右的距离，居高临下，再加上黑夜，山势险峻，根本无法攀登上去。如此，居然形成了天堑。可是教头啊，这些人是谁啊？是魏国人吗？我们这现在还在我大秦地界呢，这些人是怎么过来的？魏国这次不规矩，派人过来骚扰我们行军了。骚扰行军？等你们再当2年兵，就习惯了。这种事情其实很常见的，在两国交战期间，双方的行军路线都会被提前洞悉。尽管这种大批的行军，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方，但是派出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偷袭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你们别看这件光火似的来得这么凶猛，但实际上他们的人数可能只有20-30人，或者30-50人，连我们总人数的1/10都不到。当然，这也不光是魏国在咱们秦国骚扰我们，我们秦国同样也有罗网的情报人员在骚扰他们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一次魏国居然这么不规矩，骚扰大部队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跑过来骚扰新兵的行军。渐渐的，箭雨明显稀松了不少，而火光也逐渐变弱。那一刻，众人终于敢从巨石后面跑出来了。但是看了眼四周的场景，无数新兵都哭了，他们此次行军带来的帐篷全都被烧光了。以后夜晚再想入眠，就只能露宿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死了不少人，地上密密麻麻的躺下不少人，有被箭射死的，也有被火烧死的，更有伤者无数。看到这一幕，教头的眼睛瞬间湿了起来。我不干了，我回家，我要回家。这兵谁爱当谁当去，这功劳谁爱领谁领去。我不干了，我要回家。当兵打仗，谁能避免死人？就你们这样，回去也不嫌丢人。在他的怒骂声中，终于众人安静下来，但是情绪却低落到了极点。然而，却在此时，忽然人群中有人惊呼：“虾哥呢？我虾哥哪里去了？我靠！我虾哥不会也挂了吧？找，给我找，找我虾哥啊！虾哥啊！咱们说好了，从战场回来，在万花楼爽他的3天3夜啊！你怎么就死了？虾哥啊，你不能死啊！没了你，兄弟们可怎么活啊？我虾哥何等英雄人物，他一定还活着，他一定没死。可是他如果没死，那又去哪里了呢？距离新兵营地50步之外的山头上，此处偶尔还是有箭雨在释放，但是却早已经不及开始那般密集，现在反倒像是在乱射。然而，在山腰上，一个人影正在陡峭的山壁上抹黑爬行。很快，他便登临了山巅。探头望去，能看到数10号人影正在放箭，甚至还能听到他们的笑声。秦狗就这2下子吗？就这2下子，居然还敢发动战争，简直可笑！是啊，山下的秦军少说100-600人了吧？可是就被我们这几10号人给射爆了。真想下去将这些秦狗全都杀光啊！胡闹！我们总共才多少人？我们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？忘了？骚扰敌军，让敌军在行进路上不得安宁，这才是我们的目的。这么冲下去，也送死无恙。现在骚扰目的已经达到，这群新兵没有了帐篷和行军物资，在接下来追赶大部队的路途中一定会困难重重。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现在应当立即撤退。谁？呵，要你们命的人！还有谁？我的天，虾哥，是我虾哥。我的老娘啊，真是虾哥！他什么时候上去的？看这样子，好像还把敌军全部斩杀了。众人跑到山上，借助微弱的火光，朝着地面看去，瞬间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地上横七竖八，密密麻麻躺着的，全都是尸体，有被弓箭射死的，还有被重锤砸死的。我的天，太猛了！虾哥，你成功收获了我的芳心。好喜欢你哦，虾哥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人不仅包围了他们，还把他们全部歼灭。虾哥，你不是人啊，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。低调。这一战，
死了太多兄弟，保守估计，新兵营至少损失1/3的兵力。要不是虾仁，只怕会死得更多。你是好样的，你放心，今天的战功等到大营，我会如实上报。一语出口，瞬间众人都惊呆了。战功就是军功，军功就是爵位。教头，凭虾哥现在的军功，能领到什么样的爵位？你们都想知道？啊，对，我大秦的军功制共分6职20爵，6职分别是武长、神长、屯长、百将、军侯、校尉，20爵为公事、上造、世袭、不更、大夫、官大夫、公大夫、公丞、武大夫、左庶长、右庶长、左更、中更、右更、少良造、大良造、四车庶长、大庶长、关内侯、彻侯20爵。这20爵由下至上，每一个爵位1年都能多领5担粮，而凭虾仁现在的战功，至少也能封个大夫的爵位，可能还会更高。而职位的话，应该不会太高，武长、10长太低，屯长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屯长、大夫这种职位，即便在我们家族也是有点话语权的分量级人物了。可是人家虾仁还没正式进入军营，就已经达到这个级别了，真是让人羡慕又让人嫉妒啊！教头目光看向虾仁，心中也在震撼。这小子现在这还没有正式进入军营呢，就已经是自己的上级了。如果进入军营，恐怕自己得向他行礼啊！不行，我也要拿军功，我也要杀敌。我不光要当屯长，我还要当百将，我还要当军侯，当校尉。哟呵，你小子刚才不是还连哭带喊的要回家吗？现在就打鸡血了。距离此战约定的战场也仅有30多里，秦军大本营设在此处。新兵营教头直接上报虾仁的军功，62人，虾仁1个新兵。我李瑶之子李信为我虾哥作证。我蒙武之子蒙毅为我虾哥作证。我大将樊乌期之子樊远为我虾哥作证。秦国咸阳贵族世家张家嫡子张成为我虾哥作证。秦国咸阳贵族世家魏家嫡子魏延为我虾哥作证。一个个有身份有背景的公子哥站出来了，简直把这名头目巴巴都给吓出来了。说罢，他立刻朝着中军大帐去了，同样还喊上了李信，毕竟这是2000名新兵考核的第1名，按照军规是可以直接进入中军大帐，直接拜见主帅的。主帅大营中，王英与李瑶正在商议此次秦魏之战的相关事宜。此次我秦国和魏国之战，我秦国派兵20万，那魏国派兵只有15万，比我军少了5万。但此次对方率军的主帅不是别人，正是魏无忌。信陵君魏无忌，尽管我没跟此人交过手，但是对方的大名当真是如雷贯耳。听说当年战神白起一度兵围赵国都城，几乎要把赵国打得灭国，结果硬生生被魏无忌切符救赵，将濒死的赵国从白起的手中救了下来。除此之外，此人礼贤下士，门客3000人，个个都是贤士。4公子中，此人排在首位，就连行军前父亲一再提到过这个名字，让我们遇到此人一再当心，可没想到还真就碰上了。信陵君不好对付啊，文能兴国安邦，武能纵马定国，真乃一代天骄啊！而且此人从军10年，率领的魏武卒与秦、楚、韩、赵、燕等5国交手上100次，至今还未败过一场，就连老将廉颇也在此人手下吃过亏。而除了信陵君为主帅之外，还有补千名魏武卒。魏武卒的重甲防御天下第1，在战场上一直都是如神似魔的存在。另外，此战魏国第1猛人典庆也来了，尽管对方比我们少了5万，但实话实说，形势并没有那么乐观，双方的实力差距也没有朝廷那帮达官贵族想的那么大。此战若是打不好，真的很有可能会败。5000名魏武卒，信陵君做主帅，还有典庆这个魏国第1猛人，这阵容已经是魏国能出动的最强战力了。此战实在不能小觑。对方曾于3日前送来战书，要在本月13日进行交战，不过我给推脱了，说主帅未到，不能擅作主张。
此战乃是本次会战的首战，双方都想要获取首战的胜利，而后一鼓作气打败对方，所以此战魏武卒还有点沁必出。至于13日这个时间点，就在此时，忽然一名传令兵呼喊道：“报，此次新兵夺魁者已然抵达军营，令新兵教头汇报一则新兵战功，负责军功之人不敢擅自做主，望主帅定夺。”新兵战功，新兵都是从小兵开始，哪来的战功？是啊，一般新兵哪怕进入军营，也是从被管教开始的，然后一步步通过杀敌建立军功，哪有新兵就能创下战功的？王英眉毛轻皱，他也不知为何莫名其妙的就想到了虾仁。他一阵摇头，然后呼喊道：“让他们进来吧，你就是本次新兵夺魁者。”你新兵营的教头怎么教你的？上官问话，回答是或者不是，犹犹豫豫，哪里像个兵？他恨铁不成钢的怒声骂着。李信就算再怎么桀骜不驯，此刻也不敢有丝毫不服，毕竟这是父帅和老子的双重压制，哪里敢有丁点不服？是，只是，我不配。李叔，这李信似有难言之隐啊！哎呦啊！有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吞吞吐吐，犹犹豫豫的，哪像我李瑶的儿子？本次虽然使我夺魁，但新兵营中有一人的能力远比我优秀，在李信看来，他才应该进入中军大帐，他才应该效力于主帅。此人是谁？虾仁。前几日的新兵营军报，他当然看过了。虾仁参军第一天，将10名老兵打得鼻青脸肿。后来蒙恬夸赞他是100年来最强新兵。果然啊，果然是他。不过细细想来，也只有他才能让李信这种狂傲之人服气了。说你们的事情吧。禀报主帅，小人乃是新兵营教头，按新兵营规定，负责送新兵前往指定地点。教头在追赶大军途中，我带领600新兵在华山扎营休息，不曾想遇到敌军骚扰，烧毁帐篷，射杀我秦国新兵30人。我等想要反击，奈何夜黑山高，实在没有反击条件。待新兵虾仁夜爬山崖，一人一弓带双锤，将小股敌人尽数全歼。战后我等数过人头，此战新兵虾仁一人杀死敌军62人，按我秦国军功制令，当领军功。一人杀死敌军62人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新兵立下如此军功，放眼整个秦国的军史也没有如此先例。现在一个新兵做到了，这事该怎么处理？按照军功制给军功，那些老兵会服气吗？不按照军功制给军功，那这些刚刚进入军营的新兵会服气吗？真是两头为难啊！而那一刻，教头还有负责记录军功的头目全都眼巴巴地朝着王英看去，而王英则美眉紧皱，他考虑的和李瑶他们考虑的完全不一样，他们有着担忧，那担忧的，但王英根本没这种担忧。在我看来，什么新兵老兵的都应该一视同仁，既然杀了这么多人，就应该拿这么多军功。老兵不服你就去杀啊，你也杀他62个，看我王英给不给你上报军功爵位。杀个人都不会，只会嘴上巴巴喊不服的兵能有什么出息？我王英最瞧不上这样的货色了，见一个打一个。只是为什么偏偏是虾仁啊？一想到虾仁这个名字就气愤，一想到虾仁那个人，心中都是满满的杀意。而现在自己居然还要给他军功，还要给他爵位，甚至还要提拔他，气啊！怎么能甘心？恨不得一剑把虾仁劈成80块，还给他军功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去吧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怎么处理呀？给不给军功爵位呀？你这到底是啥意思啊？教头和头目满脸懵逼，但是在王英面前，他们是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女战神威名赫赫，谁敢在他面前不识相？所以哪怕脑袋里面再猛，这一刻也得退下。主帅如此做事，我李信不服。不服？你怎么跟主帅说话呢？李信初入军营，不懂上下尊卑，还望主帅见谅。没事，李叔，关于虾仁和李信这2件事，就交给你处理吧。但我在这里要提个建议，那就是朝廷有制度，军队有纪律，不是谁想坏就能坏的。恭送主帅。朝廷有制度，军队有纪律，可你呢？有功不赏，你这不是坏规矩是什么？李信谩骂不断，但这番话也是在王英走远了才敢骂出声的。
父亲，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！我承认王英是有本事，可他如此是非不分，赏罚不明，如何能让人服气？儿啊，你还太稚嫩，还需要好好历练啊！主帅说了不给虾人军功吗？主帅方才不是说了要按朝廷制度和军队纪律办事吗？父亲，那这是啥意思？按照朝廷制度和军队纪律，那当然是给啊，而且还是立刻给，马上发放。这是真的吗？那他为什么刚才不命令教头直接发放？为啥不命令教头直接发放？那当然是不方便明说，但是你打算让虾人进入中军大帐这事你就别想了，他进不来，因为朝廷制度和军队纪律不允许。这凭什么？虾哥他多强啊，能力多出众啊，他凭什么进不来啊？儿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看不清其中的道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虾人和主帅王英什么关系吗？什么？虾哥和主帅什么关系？他们能有什么关系？月前，王简女儿嫁人，找了个上门女婿，而这个上门女婿的名字就叫虾人。啥？一语出口，李信脑袋瓜子嗡嗡乱响。那一刻，他整个人都是傻的，同时他又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李瑶。老爹，你的意思是说我虾哥是睡了咱们主帅的人？儿啊，这话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，离开这里，这话可千万不敢乱说。这要是传到王英的耳中，他非得把你舌头割下来不可。就算老爹都保不住你，你不仅不能乱传主帅的瞎话，在虾人面前也得继续装着不知道，不然天知道会惹出什么样的祸端。老爹，一介女流，你还怕他？什么话？你爹我跟他老子都是平起平坐的，怎么会怕他？不要惹他，不是怕他，而是他们王家现在的势头太猛了。他爹王简本就战功盖世，他弟王奔也是一员猛将，他自己本人猛成什么样子了，你也能看到。就连当朝相邦吕不韦都得巴结他们王家，你得学会审时度势，明白吗？他们的家事最好不要跟着参与。知道了，老爹。不过老爹，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件事，我不进中军大帐了。为何？我虾哥都进不了中军大帐，我感觉我进来也没什么意思。关键是我觉得吧，跟着我虾哥混比在中军大帐有前途。混账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进入中军大帐意味着什么？但骂着骂着却皱起了眉毛，沉思了好久道：哎，罢了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进入中军大帐也不一定必然做将，但是跟虾人搞好关系肯定有你好处。这小子新兵期表现就这么出众，真要上了战场还了得。而且王简因为对老林大哥的亏欠，十分疼爱这小子，既然同意他参军，肯定会狠狠拽他，他将来的成就不会太差，甚至还有可能超越王英。李瑶咂摸着嘴巴进行分析和盘算，他越琢磨越是觉得有道理。老爹，那你这意思是同意了？算是准了。对外就说你不合格，达不到进入中军大帐的标准，把你踢出去了。身在官场，哪怕是军营这种地方，也得讲人情世故，不然没人愿意带你玩，懂吗？秦军大本营570名新兵矗立在教场前，他们都在等着虾人的军功发放结果。副帅，所有新兵都在此吗？是。不愧我秦国的大好儿郎，都是我秦国的好兵。虾人虽然是一名新兵，但是他在遇到偷袭的时候，却能冷静做出反应，一人一弓拎双锤，直接斩杀62名敌军。此战果前无古人，此战绩希望后有来者。仅凭此战绩，按我大秦军功制，可领受屯长职位、大夫爵位。我大秦的军功制，人人平等。只要奋勇杀敌，就能加官进爵。虾人这个爵位，原本应该授屯长职、大夫爵位，领年岁25担。但是，鉴于他是新兵，还能有如此表现，加1等爵，进官大夫，领年岁30担。虾人作为我大秦第一个新兵屯长，按我大秦军制，屯长可管50人，
你可从这些新兵中挑选50人，余下众人重新分配。诺。虾仁看着面前一群眼巴巴看他的人，随即便开始进行挑选。蒙毅、李信、樊远、张成、魏延、许平安、陈牧丑。中军大帐内，王英已与李瑶商定，2日后进行秦魏之战的首战。首战之地定在秦魏交界的盐池之地。盐池浩大，举目无边，近千年的风沙吹拂，形成了方圆100里的蛮荒之地。距离秦军营帐50里外，同样有着密密麻麻的营帐。此处是魏营，中军大帐。主帅的帐篷内，信陵君魏无忌身穿甲胄，腰挎长剑，尽管一身戎装，却难掩那封神如玉的翩翩公子气质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10号，盐池山丘之上，我秦国8万大军恭候。这个时间，居然比自己刚开始定的13号还提前了整整3天。今天是8号，根据情报，王英大军正是今日才抵达盐池一带，2日之后便要上战场。大军尚未休整，就要与我的精锐打。莫不是有什么图谋？那一刻，魏无忌不禁开始猜测王英的战略意图，思索良久，猛然，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微笑。王英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意图？提前3日看似你吃亏了，但是却将地点定在山丘之上，你是在欺我魏武卒身穿重甲，登山不便。你要以上击下，占尽地利啊！他眼眸微缩，仅仅片刻，他就有了应对之策，当场挥墨回复战书。10号，山丘之上。送往秦军大营。诺。